你以为格就是叫你立刻推翻一切，把人生重来一次吗？其实不是。易经第49卦泽火革，真正要告诉我们的，不是所有不满都值得改变，也不是所有改变都会带来新生。他要提醒你，真正的改革不是情绪爆炸，不是冲动翻脸，不是今天看不顺眼，明天就全部推倒，而是当旧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，当旧的关系、旧的制度、旧的习惯、旧的生活方式已经无法再承载你的生命时，你必须在正确的时机，用正确的方法做出必要的改变。革这个字本来有改变皮革、去旧换新的意思。皮革要变成可以使用的材料，不是随便撕一撕就完成，而是要经过处理、调整、转化，才能从原本的状态变成有用、有形、有价值的新样貌。所以革卦讲的不是破坏，而是转化；不是叛逆，而是更新；不是任性的说不要，而是在看清现实之后，勇敢的说，这样下去不行了，我必须改变。泽火革，上卦为兑，兑为泽，为乐，为口，为群众；下卦为离，离为火，为明，为看见，为文明。泽在上，火在下。水与火本来性质相反，一个往下润，一个往上炎，两者相遇就产生了冲突、矛盾与变化。这很像人生很多改革的开始，表面看起来还在维持平衡，但内部其实已经燃烧很久。你可能在一段关系里，表面还客气，心里已经累积很多委屈；你可能在一份工作里，表面还照常上班，内心已经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耗下去；你可能在一种生活模式里，外人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你自己很清楚，过去那一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你。所以革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旧我已尽，新我当生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，易经不是叫你看到不满就改，而是要你先分辨这个改变是不是到了该改的时候。卦辞说，革几日乃服，元亨利贞，毁亡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几日乃服，意思是改革不是一开始就会被相信，不是你一宣布要改，所有人就会支持你。任何真正的改变都需要时间累积信任，需要事实证明必要性，也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。你今天突然说我要离职，我要分手，我要创业，我要改变人生方向，旁边的人可能会质疑你，甚至你自己也会怀疑自己。因为改变不是一句口号，它会牵动利益、习惯、情感与安全感。元亨利贞，毁亡则告诉我们，真正合乎时机、合乎正道的改革是可以通达的，也是有利的，但前提是要守正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改变，不是为了报复别人而改变，也不是为了满足一时情绪而改变，而是因为旧的方式真的不再适合，你才用正当的方法去更新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后悔就会慢慢消失。这放到人生里，非常像一个人在重要转折前的状态。很多人不是没有能力改变，而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忍还是该动。有时候你忍太久会变成消耗，但有时候你动太快又会变成冲动。革卦就是在教你，不要因为一时痛苦就急着改，也不要因为害怕未知就永远不改。你要问自己3个问题：第一，旧的模式是不是已经反复证明不可行？第二，我的改变是不是有清楚方向，而不是只是想逃？第三，我是否愿意承担改变后的责任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革就不是灾难，而是重生。大象传说，泽中有火，革，君子以智力明时。泽中有火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象，水泽之中藏着火，代表外在平静之下，其实有一股正在酝酿的力量。很多重大改变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关系会结束，不是因为某一句话，而是因为很多失望累积到最后。事业会转向，不是因为某一天忽然想通，而是长期感觉自己被卡住。人生会蜕变，也不是因为某一次决定，而是你心中早就知道不能再照旧生活。君子以智令明时，
意思是君子观察革卦，就懂得制定历法，分辨时令。这句话放到人生里，就是要懂得看时机。春天该播种，夏天该成长，秋天该收成，冬天该收藏。你不能在冬天硬要开花，也不能在该收成时还假装只是开始。人生也是一样，有些阶段该忍耐，有些阶段该准备，有些阶段该出手，有些阶段则该断然改变。所以革卦不是单纯谈改革，而是谈合时的改革。错的时间做对的事，结果可能也不会好，对的时间做对的事，才会形成真正的转机。接着我们来看6个爻，它们就像改革的6个阶段，从一开始不能乱动，到最后真正完成更新。初九说拱用黄牛之革，这一爻很有意思。刚开始谈改革，却不是叫你马上行动，而是叫你用黄牛之革来巩固。黄牛象征中正、稳重、耐性，革是皮革，有坚韧之意。初九在最下方，代表改革刚刚萌芽，条件还不成熟，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冲出去，而是先稳住。这就像你刚开始意识到工作不适合你，不代表你今天就要裸辞。你刚开始发现一段关系有问题，不代表你立刻翻脸。你刚开始想改变生活，不代表你要一口气把所有习惯全部推翻。初九告诉你，改革的第一步是巩固自己，先把情绪稳住，先把资源准备好，先把现况看清楚，先确认你不是因为一时不满才想改变。很多人改革失败，不是因为方向错，而是因为太早动，心还不稳，资源还不够，计划还不清楚，就急着宣布改变，结果反而让自己陷入更大的不安。初九提醒你，当你刚有改变念头时，先不要急着表态，先修炼自己的定力。真正成熟的改变，不是靠怒气推动，而是靠稳定支撑。九二说，几日乃革之，征吉无咎。到了九二，时机开始成熟了。几日乃革之，呼应卦辞的几日乃服，表示等到该改的日子，该改的时机到来，再去改革。征吉无咎，表示此时行动是吉利的，也没有过错。这一爻告诉我们，改革不是不能动，而是要等到该动的时候。当问题已经明确，证据已经充足，内心也不再只是情绪，而是清楚知道方向，那就不能再拖。很多人卡在这里，他们前期很会忍，却忍到变成习惯；很会观察，却观察到错过机会；很会等待，却等到生命被旧模式绑住。九二就是在提醒你，时机成熟时要敢于行动。在工作上，当你已经学够了，也知道这个环境无法给你成长，那就应该开始转职、创业、进修或重新定位。感情上，当你已经多次沟通，对方依然不愿面对问题，那就要诚实看待这段关系是否还能继续。生活上，当你清楚知道某些习惯正在伤害你，你就不能只靠后悔，而要真正改变作息、饮食、金钱使用方式与人际界限。九二的重点是，不要在该等的时候躁动，也不要在该动的时候退缩。改革最难的不是改变本身，而是判断时机。当时机到了，勇敢往前，反而无咎。九三说，争凶、真利、格言三就，有福。这一爻开始变得危险。九三的位置接近下卦的终点，火气很旺，容易急着冲出去。所以爻辞先说争凶，贸然前进会有凶险。真利，即使你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也仍然有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改革不只是你自己觉得对就够了，尤其当你的改变会影响别人，会牵涉团队、家庭、伴侣、金钱、制度时，你不能只靠自己的热情。爻辞后面说格言三就，有福，意思是改革的主张要反复讨论、反复确认、反复沟通，直到大家逐渐信服，才会有真正的信任。这放在人生里非常实用。很多人觉得自己要改变，就希望所有人立刻理解自己，但现实不是这样。
你想离职，家人可能担心；你想创业，伴侣可能害怕风险；你想调整团队制度，同事可能觉得权益受损；你想改变相处模式，对方可能觉得你变了。这时候，如果你只是一句“反正我决定了”，很容易把改革变成冲突。93告诉你，真正的改变需要沟通，不是为了讨好所有人，而是为了让改变更稳固。你要把原因说清楚，把风险说清楚，把计划说清楚，把底线说清楚。说一次不够，就说第二次；第二次还不够，就说第三次。当你的改变不是情绪，而是经得起讨论的选择，信任才会慢慢出现。所以遇到93的状态，最好的做法不是硬冲，而是停下来检查，我是不是太急？我是不是只看到自己的委屈，没看到别人的不安？我是不是只想改，却没有让人明白为什么要改？如果你能把话讲清楚，把计划磨成熟，凶险就会降低。94说，悔亡有福，改命吉，这是革卦中非常关键的一爻。悔亡表示后悔消失，有福表示信任建立，改命吉则是很重的一句话，意思是改变天命，改变命令，改变原本的方向是吉利的。这一爻代表改革已经进入真正可以转命的阶段，前面经过稳固、等待、沟通，到了94，改变不再只是想法，而是成为可以落地的新秩序。这时候，如果你还抓着过去不放，反而会错过生命的更新。在人生里，94很像一个人终于走到关键决定点。你过去可能一直犹豫，要不要离开一个消耗你的环境，要不要结束一段已经失衡的关系，要不要承认自己真正想走的路，要不要从讨好别人的人生转向对自己负责的人生。到了这一爻，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，不是因为你冲动，而是因为你已经看清楚旧路走不通，新路必须开始。改命吉也可以理解为，当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旧模式，你的人生运势就会跟着改变。很多人以为命运是外在安排，其实有一部分命运是由我们重复的选择累积而成。你一直用旧的方式面对感情，就会得到旧的痛苦；一直用旧的方式处理金钱，就会重复旧的匮乏；一直用旧的方式面对自己，就会困在旧的身份里。所以94的建议是，当你已经确认改变是必要的，就不要再被悔恨拖住，不要一直想如果当初怎样就好了，而是要问现在开始我要怎么重新建立。真正的改命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不再让过去控制未来。95说，大人虎变，未战有福，这是革卦最有力量的一爻。大人虎变，虎变是老虎换毛，纹理鲜明，威势自然显现。这代表真正有格局的人，经过改革之后，不只是外表变了，而是气象、气质、格局、行动方式都改变了。这种改变非常明显，不需要沾闷，别人自然会相信。所以说，未战有福。这一爻告诉我们，最高层次的改革不是口头宣告，而是整个人活出新状态。你不用一直跟别人说我变了，因为你的选择、态度、行动、界限、眼神、气场都会让人感觉到你真的不同了。这在生活中非常重要。很多人改变只停留在说法上，说要早睡，结果还是熬夜；说要努力，结果还是拖延；说要放下，结果还是反复纠缠；说要成长，结果遇到问题还是用旧脾气反应。这样的改革没有虎变，只是口号。95的改革是从内到外的更新。一个真正走过低谷的人会更沉稳，一个真正面对过自己阴影的人会更清明，一个真正离开旧模式的人会不再轻易被过去拉回去。他不需要大声证明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证明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95的状态，代表你已经不只是想改，而是真的走出新的样子。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格局，不要因为别人的怀疑而退回旧我，也不要因为一点成果就骄傲。
大人的虎变是威严中有节制，是力量中有秩序，是改变之后能建立更好的自己。上六说，君子暴变，小人革面，争凶，居贞吉。到了最后一爻，改革已经接近完成，但也出现新的考验。君子暴变，暴的纹理也很美，但比虎变更细致，代表君子的改变不一定轰轰烈烈，却能在细节中展现新气象。小人革面，小人只是改变表面，脸变了，心没有变，外貌像是更新，内在还是旧的。这一爻非常深刻，它提醒我们，改革最怕只改表面，不改本质。很多人换了工作，还是带着旧的逃避；换了伴侣，还是重复旧的依附与控制；搬了新家，心里还是混乱；开始新的计划，却仍然用旧的拖延、比较、焦虑来运作。这就是革面，不是革新。争凶，居贞吉，表示这时候不宜再向外造进，应该安住在正道中。改革完成之后，不是立刻追求下一个刺激，而是要把新的秩序稳定下来。很多人很会改变，却不会维持；很会开始，却不会扎根；很会推翻，却不会建设。上六告诉你，真正的改革不是一直变，而是变到对的位置之后，要守住它。这放到人生里，就是当你已经做出改变，不要急着再证明什么。你离开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后，要学会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马上投入另一段关系逃避空虚。你转职或创业后，要稳定经营新方向，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又想全部推翻。你改掉一个坏习惯后，要用新的习惯慢慢取代，而不是以为一次决心就永远成功。君子的暴变是细致而持久的更新，小人的革面是表面漂亮，内在不变。这一爻要你问自己，我是真的改了，还是只是看起来改了？我是真的建立新人生，还是只是换一个场景，继续旧剧本？整个革卦看下来，它其实在教我们一套非常完整的人生改革法则。初九告诉你，刚想改变时先稳住，不要冲动。九二告诉你，时机成熟时要敢于行动，不要拖延。九三告诉你，改革之前要反复沟通，不要只靠情绪。九四告诉你，当救命已尽，就要勇敢改命。九五告诉你，真正的改变会让整个人由内而外更新。上六告诉你，最后要防止只改表面，必须把新秩序守住。所以择火革最核心的提醒就是，人生真正的转变不是把一切推倒，而是让不合时宜的旧模式退场，让更成熟的自己登场。如果你最近抽到革卦，或者你的人生正处在革卦的状态，请先不要急着问我是不是应该立刻改变，你要先问，我想改变的是一时情绪，还是长期真相？如果只是因为今天不开心，那你需要的是冷静，不是改革。如果是问题已经反复出现，旧模式已经无法支撑你，那你需要的就不是忍耐，而是勇气。在感情里，革卦提醒你，不要用旧的相处方式期待新的结果。如果一段关系总是在同样的地方受伤，就要勇敢谈清楚，改模式，立界限。能一起革新，关系就有机会重生。不能一起面对，只是一方永远忍耐，那最后也会走向决裂。在工作里，革卦提醒你，当环境、产业、能力、需求都变了，你不能只靠过去的成功经验活着。该学新技术就学，该调整定位就调整，该离开舒适圈就离开。真正的危机不是改变，而是世界已经变了，你还用旧方法过日子。在财务里，革卦提醒你，如果你的金钱状态一直不稳，不要只怪运气，而要改革消费习惯、收入结构、风险意识与理财方式。财务上的革，不是突然想赚大钱，而是把过去让你漏财、冲动、没有规划的模式真正换掉。在人际里，革卦提醒你，有些关系需要更新，有些圈子需要离开，有些界限需要建立。你不可能一边想成长，一边永远待在消耗你的人群里。不是每一次疏远都是冷漠，
有时候那是生命在重新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。革不是叫你变得不像自己，而是让你把已经不适合的自己脱下来。就像皮革经过处理才能成为有用之物，人也要经过生命的火炼与水洗，才能真正成为更成熟的自己。所以最后，泽火格给我们的总结就是：当时代变了，关系变了，内心变了，人生阶段变了，你就不能再用旧的方式假装一切没变。该忍的时候要忍，该等的时候要等，该说清楚的时候要说清楚。但当时机真正来临，当你已经看见旧路无法再走，就要勇敢改革，不要害怕改变。真正可怕的是，明明已经痛苦，却还守着旧模式不放。不要迷信改变，真正成熟的改革一定要有时机、有方法、有正道，也不要只改表面。真正的革是从心态、行动、选择到生活秩序，都开始换成新的版本。如果你现在的人生也正在面临一个不改不行的时刻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你现在最想革新的是感情、工作、财务、人际，还是你自己的心态。也欢迎你分享你曾经有没有一段经验，是当时很痛苦、很害怕改变，但后来回头看才发现那一次改变其实是命运给你的新生。